108颗的念珠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在佛教的修行者，尤其是你看到很多的出家僧众，身上一定会有一串108颗的念珠。当然在家居士受了5戒菩萨戒，在修持佛法的时候，尤其在持咒念佛，身上也是会持108颗的念珠。所以这个108颗的念珠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个108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对治108种不同的烦恼。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所以在大智度论第7卷当中已经说明了这十禅98节统称为108烦恼，也就是108种不同的烦恼。接下来我们就来分解这个108种不同的烦恼是怎么样被解释的。在明度50教记经，也就是在大方等大集经卷第59里面记载了止观辅行传弘觉卷5之5。在大方等大集经里面就明确的记载，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也就是6根，色声香味触法指的是6尘为境，也就是我们的6根对外面的6尘起了好恶跟评，也就是我们产生的喜欢讨厌跟评，就是指没有喜欢也没有讨厌的这3种内心的觉受，就是18种烦恼，又加上懒境，那就会成为36种烦恼。比如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是不干净的比如我们看到一堆垃圾，那内心升起的就会是讨厌的感觉，就是恶。那如果我们眼睛看到了是你喜欢梦寐以求的房子，那你内心就会升起喜乐贪爱的觉受。所以呢，这6根6尘再搭配你内心的好要的觉受，那就会分为好恶，一个是你不喜欢的境界，一个是你喜欢的境界。那假设你外在看到的是一个你没有任何感觉，你不喜欢也没有讨厌，就平。所以这加总起来呢，就会在衍生懒境的境界之后，就从18乘2就变成36。那36再加上我们在众生无尽生死流转的过程里面，我们是有过去生、现在生跟未来生，所以也就是说这些6根6尘懒境与内心的觉受的乐平恶再加上3、4的这个时间轴，就会变成108种烦恼。接下来我想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佛经上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跟我们具体解释众生的烦恼有108种的样貌，也就是叫108结业。因为众生的烦恼可以造种种的恶业之故，所以这个108种的烦恼呢，释迦牟尼佛在不同的因缘下，不同的佛经所解释的108种的烦恼是略有不同。首先我们来看在大智度论卷7当中，释迦牟尼佛是怎么解释这108种烦恼的样貌。在大智度论卷7以及大乘义章卷第6，108烦恼指十禅与98节。十禅即无惭、无愧、忌、谦、悔、眠、调举、昏沉、愤、覆，总结为十禅。首先我们来看这十禅的第一禅是什么？第一禅就是无惭。那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人他对父母非常的不孝，乃至于做错的事情父母教诫他，或者朋友教诫、兄弟姐妹教诫，执迷不悟，没有任何惭的心。这个惭呢，他连一个动那个念头想要觉得自己错都没有，
这个就是无惭。那第二惭是什么呢？是无愧。那愧呢，就是愧对，就是说自己觉得自己做错了。那这个无惭无愧，我想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哈。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败家子，就说你这无惭无愧的败家子，或者是一个女人介入了人家的婚姻，那可能就会遭受别人批评说这个女人无惭无愧，或者是这个男人呢介入人家有婚姻或者是一些有关系的感情里面，等于是人家的第三者，这时候我们也会说这种人是叫无惭无愧。为什么说无惭无愧呢？因为众生呢，有情众生除了人之外，畜生道的众生也是属于哺乳类的动物，但是人跟畜生不一样的就是人有羞耻心，有惭愧心，而畜生道的众生他是无惭无愧的，他可以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交合，也可以跟自己的父母产生一些不伦的关系。但是这个发生在人道的众生里面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他有道德的约束，也就是人他有惭愧心。当我们看到一些社会的新闻事件，我们就说这个人呢就是无惭无愧，像畜生一样，所以畜生呢就是无惭无愧。所以佛陀里面讲的这个前两个惭就很容易理解，就是无惭无愧。那无惭无愧就是畜生道的根本之因。第三惭就是嫉，那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白话文就是讲嫉妒。我们看到一个喜欢的东西得不到，看到别人有，心里就升起嫉妒，就是嫉妒。第四悭就是悭贪，就是吝啬的意思。第五惭就是悔，悔的意思就是后悔，就是明明呢他已经是做错事了也跟父母忏悔了，或者跟师父忏悔了，但是之后又后悔了，觉得他这样做没有事没有什么问题，那这也是一种惭就是悔。那第六惭就是眠就是很爱睡觉，即使已经睡了8个小时10个小时，身体上已经不需要睡眠，但是还是贪睡，那这也是一种惭，也就是第六惭眠就是多眠。那第七惭就是吊举。那吊举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就是你听法师开示的时候你的心里呢就可能已经想到了下1小时你要开会在干嘛，或者明年要去做什么。吊举就是心理一种状态，扬一种兴奋不安住。那第八惭是什么？就是吊举的相反，昏沉。吊举呢就是心到处乱跑根本没办法安住。那昏沉呢就是等于说在打坐或者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听法师开示的时候，心是非常的混沌，已经就差不多进入昏沉，快要顿眠，就是快要睡着的那种状态，根本任何的内容都进不了他的心绪里面，叫昏沉，就头昏昏的第九惭就是愤，就是生气的意思。那第10就是覆，这个覆呢就是覆盖的意思。这个覆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做错事了，比如偷东西或者是行邪淫之事，就是什么人都不愿意去说，等于他觉得把他藏在心里面，去偷了一个东西，或者是去行不伦的感情，比如说行婚外情，或者是一个受5戒的在家居士却行邪淫之事，然后他就觉得反正不说没有人知道师父也不知道，我的师兄弟也不知道，家人也不知道，好像这个事情就没有任何的恶业，就是行邪淫之事没有任何的恶业，这个就是覆，就是盖的意思。那这个覆呢不代表他没有恶业，他就是其中的第10惭的这个烦恼之相，叫覆。所以我刚才已经很快的解释了这个10惭，也就是我们烦恼的样貌，所以我们大概了解到底是哪一种的惭在驱动我们那时候的起心动念。那接下来我要再继续跟大家来解释在佛经里面是怎么解释98劫。
98节就是指三界里面的88见惑以及10修惑，那这里加起来就是98。那在三界指的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涵盖的范围很广，不是光欲界哈，不是只有光人道。这个欲界我们都知道6道嘛，色界、无色界，这统称我们讲的就是指三界。三界里面的88见惑以及10修惑，这88见惑就是指见解的迷惑，这是其中一种解释。那这个部分我就不细说了，因为那个涵盖的面就比较复杂一点。我刚刚已经很快的大概讲解，所以大家就比较清楚了解这个108颗的念珠，108这个数字代表的就是对是108种不同的烦恼。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做这个分享，希望大家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分享。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对你有些共鸣，请你也留言我们都会看，让我们准备下一次的开示有更多的灵感。那我们就下回见，阿弥陀佛。